有这样一支传奇哈士奇，它领头雪橇队在平均零下30度、7级强风的暴风雪中，日夜兼程拼命奔跑425公里，只为运送救命血清，拯救患白喉病的小孩。2011年，它被《时代周刊》评选为有史以来最英勇的动物。它叫多哥。1925年，阿拉斯加州的诺姆镇爆发了白喉病，这是一种在孩子间传染的疾病，可致死。唯一的救命血清，最近的也远在千里之外。恰巧又遇上100年未见的暴风雪，火车运输、飞机全都不管用，人们开始寄希望于雪橇犬，尤其是多哥。这是多哥的主人赛叔，拉雪橇经验丰富，这样恶劣的环境，只有赛叔和他的多哥才可能完成任务。但赛叔并未明确答应，理智和经验告诉他，危险超乎想象。他建议使用机械。回家的路，赛叔捎带医生回到镇医院，这时已经有5个孩子死于白喉，20个情况危机。透过窗户，一个虚弱的女孩正看着赛叔。赛叔回到家，开始给雪橇打蜡。妻子懂得他要干嘛了，他不同意年迈的赛叔和12岁的多哥去冒险，但也并未明确阻止。而赛叔严肃道：“没有多哥，我不可能活着回来。”当夜，镇长告诉赛叔，飞机确定无法起飞。赛叔连夜准备，雷鸣出发。为了这些患病的孩子，他们接下了危险的任务。这时，小镇居民纷纷致敬，自发给他们送行。出了小镇，寒风呼啸，大雪纷飞，多哥领头一路狂奔。赛叔戴上墨镜，雪橇队伍冲入茫茫白雪之中。赛叔开始回忆往事，那时多哥体弱多病，在阿拉斯加，这样的狗狗活不长的。赛叔让妻子放弃多哥，妻子坚持要养，并细心照料。多哥不但活了过来，而且活成了让赛叔头疼的哈士奇。每天的乐趣就是给赛叔捣乱。赛叔觉得多哥不是当雪橇犬的料，将它送给朋友。尽管妻子很舍不得，不久朋友又送了回来，还说道：“这破狗还给你。”女主人超开心。于是2号和男主人不得不说的故事又开始了。赛叔将多哥关进铁栅栏，多哥挖洞，还带着其他狗挖。再过一会儿，地面探出只土拨鼠。多哥一路追，他总能找到几里外正在训练的赛叔。多哥带着其他雪橇犬乱跑，成功将赛叔带进了水里。赛叔爬出来，好气好无奈。多哥还把我送人吗？赛叔气急，把多哥关进小木屋。多哥在屋内捣鼓一会儿，发现了通风口，于是发挥优良血统，撞倒无数瓶瓶罐罐，从通风口爬了出来，伸出狗头，可把女主人惹笑了。赛叔没招了，继续把多哥送人。新主人家比较远，赛叔以为这样就能解脱，还叮嘱这只狗难对付。新主人把所有的孔都堵住了。多哥捣鼓半天，眼神注视着窗户，往后小碎步，准备冲刺。赛叔又在训练，突然山坡上探出一狗头。赛叔发现多哥受伤了，他被多哥的顽强打动，决定给他个机会，把多哥安排在一只超凶的狗旁边。多哥打不过我还舔不过吗？这一试不得了，多哥成功超过其他大狗，成了领头狗。多年后还帮赛叔拿到雪橇比赛的冠军。陡峭的雪坡将赛叔拉回现实，雪橇队一直向下滑，寒风刺骨，赛叔的胡子上满是冰渣。多哥往下一看，是断崖。断崖深不见底，赛叔察觉到危险，放下铁爪自动，但没用，队伍飞速下滑。赛叔拿起铁锥就要往雪地刺，可惯性太大，赛叔被带翻。危急时刻，铁锥终于扎进土里，下滑止住，悬崖近在咫尺，好险！多哥拼命往上拉，没几步又滑下去。多哥继续拉，使出浑身力气，他成功了。可脚掌已经满是鲜血。休整一夜，为了患病的孩子们，多哥又领着雪橇队踏上征途。为了节省时间，赛叔决定冲过冰封的海峡。多哥脚已经受伤，仍然领着队在冰面上狂奔，冰面不断炸裂，狗狗受到惊吓。赛叔咽下口水，把心一横，开始演讲。But he will remember with advantages the feats he did that day. Then shall our names familiar in his mouth as household words. 冰面的炸裂就像是为与时间和生命赛跑的雪橇队鼓掌。穿过冰面，雪橇队来到驿站休整。另一边，镇长将小镇的事告知了报社，全美国都开始关注这件事。镇长为了减轻赛叔的担子，临时决定派出20名雪橇手和150只雪橇犬接力。也就是说，赛叔现在并不知道这事，万一没遇上对面送血清的，赛叔就不能及时将血清送回。而且，赛叔选择穿越海峡也在他们预料之外。这时，另一支队伍已经开始往赛叔这边靠。赛叔疲惫不堪，几度想要闭眼，队伍全靠多哥带领。另一个队停下休整，赛叔刚好从下方路过，两队完美错过。另一个雪橇队发现了赛叔，在后面追喊。
可赛叔听不到，渐渐消失在他的视野中。他无力地跪趴在雪地里。可赛叔回来了，原来是多哥听到了赛叔朋友的声音。休整一夜，第二天一早，赛叔踏上返程。为了能尽快送回血清，他冒险选择来时的海峡。这一次冰面碎裂更加严重，危险远超上次。冰面开始倾斜，雪橇队差点掉进冰水中。赛叔回头，刚刚倾斜的冰面碎裂，砸进水中。这哪里是冰面，明明就是枪林弹雨的战场。突然，雪橇被卡住，多哥和众狗奋力往前拉。赛叔差点掉进去，还好有惊无险，继续往前。眼前就是岸边，多哥突然停下，一道宽度超大的无冰区拦在他们面前。雪橇队被困冰面，换命孩子们怎么办？每耽搁1秒钟，救命血清就多一分失效的可能。赛叔凝视前方，做出扎心的抉择，把铁锥敲进冰块，跑到最前面，心一横，抱起多哥，将多哥扔到对岸。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多哥的身上。赛叔踏上雪橇，多哥拼命拉，真的是拿命在拉。冰块慢慢往岸边靠近，雪橇队往前冲去。突然，赛叔打滑摔倒，其他狗狗带着雪橇跳到对岸。赛叔往后退，再次把心一横，纵身一跃，跳到对岸。夜晚，在朋友的驿站休息，朋友抚摸着多哥，流着泪道：“这只狗快死了。”第二天一早，赛叔再次出发，他不忍心多哥再拉雪橇，将多哥抱到雪橇上。多哥很倔强，他就是要到最前面。赛叔又把多哥拉回雪橇上，多哥再次回到前面，明明已经千疮百孔、疲惫不堪，他还是要当那只领头雪橇犬。雪橇队翻山越岭，暴风雪越来越大，赛叔视线开始模糊，走到多哥面前，把去下一个接力点的重任完全托付给多哥。多哥靠着记忆领队前进，赛叔也完全支撑不住，整个人瘫在雪橇上。直到夜里醒来，赛叔发现雪橇队停下了，他踉跄上前，匍匐在多哥身前，说着：“多哥，我们不能停下，停下来我们都会死。”可多哥一动不动，他真的还能再前进吗？赛叔凝视多哥，久久不语。这时，赛叔的后方亮起灯光，朋友到了。多哥真的把他们带到了驿站，连赛叔自己都没察觉到。他靠着多哥道：“你真了不起。”终于，多哥和赛叔完成了任务，多哥可以休息了。但是记者着急登报，只刊登了最后送血清的雪橇犬巴尔托。后来在纽约公园，人们给巴尔托做了一个雕像。但是小镇居民深知多哥和赛叔付出了太多，多哥一只脚都瘸了，居民纷纷上门送礼表示感谢。生活平静下来，赛叔也重新开始训犬。他怕多哥跟来，将多哥锁在屋内休养。但多哥打开锁，用行动回应他：“你去哪，我跟到哪。”即便是一只腿瘸着，多哥仍然在雪地狂追。赛叔一回头，仿佛看到那个小时候追他的二哈。这一刻，赛叔终于明白，多哥不是为雪橇而活，而是为他而活。从此，多哥卸下雪橇，每天陪伴主人散步。当南美的人还在为巴尔托庆祝的时候，多哥做起了爸爸。全世界的雪橇人都争先恐后想要多哥的后代。在某个星期四，多哥走了。2011年，《时代周刊》追认多哥为有史以来最英勇的动物。狗狗之一人，终其一生，陪伴一生，奉献一生。